我们的关系有那么见不得人吗？我们的事儿，我还没跟家里说呢。什么事啊？其实也没有，是因为，因为爷爷生病不太适合，因为柳柳分手，所以时间不对，不行，太牵强了。因为，薛珊珊，你爸妈来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你出国之后，他们突然之间过来的。那你爷生病了，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？你在国外开会，我怕打扰你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关系不稳定，早晚都会分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根本就不配做你男朋友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关系不稳定，早晚都会分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根本就不配做你男朋友？我还是说不出口，为什么？这阵子，其实我有很多机会跟爸妈好好说说风腾的。难道我真的像风腾所说的，潜意识里一直觉得我们一定会分手？唉，所以交往之后，我不敢再去他的办公室吃饭，不敢让同事知道，甚至不敢告诉家里人。就连请双姨、柳柳吃饭的那次，如果不是风腾主动提起，我估计也没想到。别人隐藏男朋友是因为他上不了台面，而我隐藏男朋友却是……啊，薛珊珊，风腾所有的付出都那么真心，你怎么打心底就觉得一定会分手呢？可是能怪我有这样的念头吗？尤其在大公司里，任何风吹草动都是以高倍数显微镜被大家检视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所有人都是不看好我跟风腾。但能怪这些同事吗？如果跟个助理背着谈恋爱，那也就罢了，但对象是大老板啊，这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么不真实的存在。唉，渺小的我不该有所保留，保持着些许面对现实的清醒，好面对梦醒的那一天吗？是我们之间就是有这么大的差距，你知道跨越这差距需要多大的勇气吗？你知道我要忍受多少人的眼光吗？什么都不知道。为什么比我还生气啊？难道我很轻松吗？风腾，我怎么觉得一定会分手？我多害怕分手后的伤痛哦。珊珊，我看风腾一直都没有来医院，都是让小张和秘书过来的。难道他知道你没告诉家里人你们交往的事儿啊？而且为此他还跟我生气了。生气了？那么较真儿啊？
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件好事儿啊！你想啊，这说明他在乎你啊。换做我也生气。那所以你也觉得是我做错了？我不应该跟我爸妈隐瞒我们之间的关系啊。感情这种事儿吧，也不大好说。不过我倒是挺同情你的，叔叔婶婶可不像我妈，他们的思想比较保守。他们要是知道你跟一大老板谈恋爱，估计肯定会觉得你们的身份悬殊太大，会担心你，怕你受到伤害的。就我叔那脾气啊，说不定很有可能直接把你拎回老家了。依照我爸的个性，真的是非常有可能。所以说呀，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俩真是苦命的好姐妹呀。唉，你说你爸要是和我妈的脾气能中和中和，那该多好啊！想得美。唉，太悲催了。哎，我怎么能跟风腾说这些呢？要是他因此又误会什么，我真是有100张嘴也解释不清。还是打给当事人道歉好了。珊珊，真的不用道歉，没什么的，不就是一个水晶杯吗？哎，你看你们家人远道而来，我们封家也没准备什么见面礼，真要论起事理来，应该是我们的不对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打电话再来道歉了，真没事儿，好吗？啊，忙去吧，拜拜。珊珊啊，说大伯母啊从公寓拿了一个水晶杯走，不过已经从老家借回来了。水晶杯，是咱们从奥地利买的那组吗？对啊。哦，借的公寓东西丢了，珊珊肯定张罗着还的。嗨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个收拾行李的时候难免手忙脚乱的，对吧？这珊珊有点大惊小怪啊，还专门打个电话来跟风月道歉，这样弄得好像感觉我们大家都把她当贼防着似的，有点太见外了。可不是嘛，虽然那个大伯母我是真心不喜欢，但是呢，也不至于对珊珊家人有意见。人都说呢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但我觉得柳柳人就不错。你看个性低调，人也不浮华，可是跟她那个男朋友尤承浩，太不行了。你快吃点东西吧啊，别说了。柳柳是我见过最勤奋、最有上进心的女孩，只是因为她从小是大伯母抱回来的，所以有很多事情都由不得自己的选择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她从小时候就是这样，就连长大了读什么学校、念什么专业，也都得听大伯母的安排。就连女孩子最憧憬的恋爱，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。唉。风腾，这些是你这样家世出身的人所不能理解的。其实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，我不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。进来。大哥，风月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他不会因为这件事就改变对珊珊的看法。我知道。袁静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当初有没有想过要跟风月分手？坦白说，我想过。当初我就在想，和他分开了，可能就不会这么累了。但是我一想到和他分开，我就特别痛苦。而且我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，评头论足。
我都咬着牙根儿挺过来了。我想让他们，也想让你知道我是他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。希望珊珊可以像你一样勇敢。其实你很棒。哎呀，齐帅身边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女人啊？这不是前2天才说和袁丽书是一对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变心了？我看这齐帅眼光是越来越退步了。这个女画家绝对没有文化人好看。哎呦，这种事情我可在微博上见多了。像这种人，哎，他的眼光可不是咱小老百姓能参透的。哎，珊珊，你跟齐帅比较熟，齐帅真的换新欢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听他提过，我也不知道。怎么才从伦敦回来，齐帅就跟其他女生搞暧昧啊？还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在伦敦的时候就不愉快？丽书没事吧？可是我现在跟风腾处于冷战状态，我又不能直接问他，哎。